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，又跟大家见面了。有很多评论和私信都在问一个问题，想要选择一款 Kelly 或者是 Birkin， 是选择外缝还是内缝呢？那这期视频，小马就为大家详细分析一下内缝和外缝的本质区别、常见的误区以及保值度和一些我个人的购买意见。之前有疑问的宝宝们，记得拿起小本本观看哦。首先，内缝和外缝的区别是什么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，资深的爱马仕玩家可以跳到下一章节了。那内缝和外缝这个概念其实仅限于 Birkin 和 Kelly 这两种包款，不管是哪个包款，内缝和外缝的本质区别就是包身的这个缝合的工艺。内缝呢是皮与皮之间的连接处，就是这个部分的折回，从包的内侧缝合，从正面看不到缝合的针脚线，可以完美的感受皮质原始的美感。那么外缝呢，则是从包的外侧这个部分来缝合，所以我们从外面就可以看到包的走线，包的形状更加的有立体感。说到这里，其实还有一些初级玩家或者爱马仕小白分不清到底区别在哪。我有个朋友就是总问说，尤其是 Kelly 表面上看都一样，怎么都分不清。后来我知道，原来分不清的宝宝们看的都是这个包盖的地方。不管是 Birkin 还是 Kelly， 外缝和内缝包盖的地方呢，基本上都是一致的。只看这里，爱马仕的小白的话，可能是不太好分辨。我们主要看包身的这个缝合线，外缝可以明显的看到包的这个走线，内缝呢它就看不出来了。然后就是看包的底部，外缝的包呢四角是比较突出的，然后再看这个内缝，内缝的话呢，它就是四角是比较圆润的。看得多的话呢，内缝和外缝还是非常容易分辨出来的。内缝就是比较柔软圆润，外缝就比较立体硬挺。那么我们在选的时候是选内缝呢，还是选外缝呢？我们先从 Kelly 说起。 Kelly 的历史比较久远，它的设计感也是比较的正式。1935年诞生的 Kelly 的前身 Zakua Kuloa 最开始只有外缝，后来才推出比较休闲随意的内缝包款。外缝 Kelly 的皮质主要是用坚硬一些的，比如说是翼皮、box 皮、Tatilacto 皮。那内缝呢，就是采用的比较柔软的皮质，比如说像 Togo 皮、TC 皮还有 S 皮等等。box 皮的内缝 Kelly 也是有出过的，只是现在专柜出的比较少了。我们偶尔也会看到一些特殊的，比如 Togo 皮的外缝 Kelly 确实是有的，但目前来看 Togo 皮的外缝 Kelly 基本都是特别定制款，专柜是很难直接爆出的。那我们选择 Kelly 的时候，是应该选择外缝还是选择内缝呢？首先从外形来看，外缝呢它是比较正式，内缝呢比较休闲。相同尺寸的外缝的包上身会比内缝显得要稍微大一些。我个人呢最开始是喜欢外缝的，觉得更经典更有气质，但是看久了之后呢，如果日常使用的话，我现在更偏爱于内缝多一点。可能是我最近喜欢 Togo 皮，喜欢这种软软洒脱的感觉，觉得内缝呢比较张弛有度，即使正式的场合也完全不输给外缝，可以 hold 住全场。我们再来看一下重量哈，我在网上看很多测评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好像是说内缝更重的说法是比较多。我自己呢单独尝试了几个相同尺寸的包，其实重量都是差不多的。那么容量的话呢，因为尺寸是一样的，所以空间其实也是差不多的。但是因为缝制工艺和使用的皮质不一样，外缝的皮呢很硬，伸缩性不是很好，如果塞太多的东西进去，容量呢就不如内缝。我们拿一个塑胶泡泡做一个比较。内缝的话，虽然装的有一些吃力，但是可以勉勉强强的装进去，盖子呢也是可以扣上的。但是到了外缝这里，包身就直接变形了，大家能看到是吧？扣子也是扣不上，非常的困难，主要是非常的影响它整体的美感。所以结论下来，内缝的 Kelly 是比外缝要更能装一些的。所以在意内容量的宝宝需要注意一下哦。关于稀有皮的 Kelly， 不知道爱马仕玩家有没有掌握一个规律，就是蜥蜴皮和鸵鸟皮大多用于外缝，鳄鱼皮的话呢，外缝几乎是亮面的居多，内缝几乎是雾面的。保值度的话呢 ，Kelly 的外缝和内缝，我个人觉得不影响包的价值，主要影响价值的还是颜色和皮质。那些担心外缝和内缝是否影响包价值的宝宝们，可以不用纠结了，可以根据自己对包容量和日常穿搭的需求去选择就好了。那
那我们接下来说说 Birkin 的外缝和内缝。Birkin 一直以来比较经典的就是内缝。2019年专柜开始陆续出了外缝的 Birkin， 也叫做 Cellier。Cellier 的法语就是马鞍的意思。这个名字也非常迎合爱马仕的前身马具制造商的身份。那其实外缝 Birkin 是在2015年就作为限量款很少量的出现过，当时我记得是40厘米尺寸的外缝包。2019年之后推出的尺寸大多是30的尺寸，也有35厘米的尺寸。最近又推出了 Birkin 25厘米的小尺寸的外缝包，非常的可爱，也非常有人气。内缝与外缝采用的皮质呢，也是跟 Kelly 相似的。外缝的 Birkin 是用的比较硬的皮质，普通皮中常见的皮质有翼皮、马达姆皮和木锈皮，另外还有一些收藏家拥有稀有皮，不过是非常的少见了。相反，内缝 Birkin 采用的皮质就是软一些的，常见的有比如 Togo 是最近比较多的，还有 TC 皮、S 皮。一些较硬的皮质，比如苦修贝露皮和翼皮的内缝 Birkin 也是有的。苦修贝露皮已经绝版了，翼皮呢只是数量上相对比较少。那么难题又来了 ，Birkin 是选择内缝还是选择外缝呢？还是先比较一下两个包的外形？我觉得最大的区别还是这个立体感哈。外缝 Birkin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立体，摆在那里哇，乍一看特别的有气势。侧面对比一下，区别就更加的明显。外缝的 Birkin 呢，就是很明显的上窄下宽；内缝的话呢，侧面包身就更加均匀饱满一些。上身来看的话呢，相同尺寸的 Birkin 还是外缝上身显得稍微大一些，但我觉得外缝的 Birkin 25方方正正的，特别可爱，不管什么身高都是可以驾驭的。Birkin 30的话，内缝我还是觉得更百搭，外缝的话，我个人觉得日常使用。这个底部的体积稍微有一些大，怎么说，可能不如内缝拿着顺手。我们再来看一下重量和容量的部分，网上很多说法是内缝的比较重哈，我用的是 Birkin 25的外缝和内缝做的测重，两款包都是差不多的重量。当然，根据皮质的不同，重量会多少有一些变动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容量，因为刚刚测过 Kelly，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结果。虽然外缝看着大，里面空间也多，但是皮质伸缩性呢还是不如内缝的。像我这个塑料泡装进去之后，外缝包的盖子就很难盖上。我觉得外缝的话呢，装一些书类，那些工工整整的东西会比较合适。拿内缝可能会放一些衣服呀，体积比较大软的东西会装的更多。我个人自用的通勤包呢，大多数都是 Birkin 内缝的 Togo 皮，我觉得日常使用，无论是容量还是舒适度都特别的适合我。那么从保值角度来看呢，小马之前在视频中也稍微有分享过，小尺寸的内缝 Birkin 加上人气的颜色是具有一定保值度的。外缝的 Birkin 因为推出的时间不是很长，整个市场上流通的数量也还没有特别的多，所以目前来看和内缝一样是比较保值的。但是呢，观看这2年专柜的出货量还是比较多的，那么预期以后外缝 Birkin 的市场价值是有下降可能的哦。总结下来，如果你想入手第1支 Birkin， 我的建议是选择内缝，那更加经典，日常的使用呢也非常的棒。那如果你已经拥有了很多 Birkin 了，那想换一个心情买一支外缝的 Birkin 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好的，小马为大家从各个方面测评了一下这个内缝和外缝 Birkin 和 Kelly。做这期视频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告诉大家买哪个更保值，转卖能够赚钱，主要还是想通过小马的测评分享和使用意见，帮助到真正想入手爱马仕的朋友。我经常说买包还是喜欢最重要，希望这期视频可以让你们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爱马仕包。你还想看哪些爱马仕测评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哦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